这个胖子已经10几天没有出门了。警方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脸竟埋在一大碗面条里，双脚被人用铁丝捆住，后脑勺还发现了一大块淤青，显然胖子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随后，警方被死者带回了医院，法医经过解剖得知，胖子的胃部被食物直接撑爆，就连12指肠也都全部膨胀了起来。新来的探员大卫还在死者的额头上发现了一个圆形枪口印记，看来他是被人用枪顶着脑袋，连续进食了12小时以上，活活撑死的。重案组的老黑认为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因为凶手单纯是为了报复的话，直接一枪打死他就可以了，何必浪费时间做这些呢？除非这些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果然没多久，第2起案件就又发生了，这次死的是一名律师。凶手先是割下律师身上的肉，然后放干血液，地上还用血字写下了一个单词贪婪，旁边的天秤上还放着不多不少刚好1磅的肉。老黑认为这起案件应该和某种宗教仪式有关，于是他再次返回了第一个遇害的胖子家中，果然在冰箱后面发现了类似的标记。报时，老黑立马回到警局，将事情告诉了同事们。他认为这起案件应该和天主教的7宗罪有关，除了已经发生的分别对应暴食和贪婪的案件，接下来应该还会发生分别对应懒惰、淫欲、傲慢、嫉妒以及愤怒的谋杀案，所以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线索，来阻止接下来要发生的案件。终于，他们在第2个遇害律师的案发现场找到了一组指纹，经过分析，得知指纹是一个1年前出狱的毒贩的。领导得知了情报后，立马将这个毒贩定为了案件的嫌疑人，召集了大批特种部队就前去抓捕毒贩了。可老黑总感觉这个人不像是他们要找的凶手。果不其然，当他们闯入毒贩家中时，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毒贩躺在床上，早已体无完肤，瘦的就跟竹竿一样。这个不成人形的男人被人死死地绑在床上，全身没有一处是完好的，四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脓包，左手也被砍掉，墙上还写着一个大大的单词懒惰。让所有人震惊的是，这个男人竟然还活着。惊恐过后，老黑立马意识到这也许是件好事，或许能从这个男人身上找到案件的突破口。男人很快就被送去了医院，可医生却说男人的舌头被割，左手被砍，要不是有人每天给他注射维生素续命，早就见上帝去了。而且男人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绝对活不过今晚。看来从这个男人身上寻找突破口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这也基本证实了老黑的猜想，凶手就是在根据天主教的7宗罪杀人，加上先前的暴食以及贪婪2起案件，凶手已经完成了其中的3起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第4起案件。就在老黑为此绞尽脑汁的时候，血气方刚的大卫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一腔热血了。他催促老黑现在应该出去寻找线索，而不是在这里对着个破黑板揣摩凶手的心理。老黑却说，面对如此细思缜密的凶手，他们必须先沉着冷静地找出凶手的破绽，才有可能破案。可大卫却说，就算凶手真的是根据7宗罪杀人，那也不能说明他就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可能是临时抱佛脚学来的。就是大卫的这句话直接点醒了老黑，他直接查询了近1年内图书馆里的借阅记录，因为在那个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警方一直监控着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也就是图书馆，尤其是像7宗罪这种讲解犯罪的书籍，他们更是特别关注。老黑果然从借阅记录中查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但就在他带着大卫上门调查时，一个戴着帽子的诡异男子刚巧出现在了走廊里，还没等2人反应过来，那名男子忽然就掏出手枪朝2人射击，然后转身就跑了。老黑和大卫开始分头追捕，大卫一路跟随来到了一个巷子里，就在他小心翼翼的搜寻时，不料被对方偷袭。男子用枪对着大卫的脑袋，好在男子并没有开枪，而是嘲笑了警方的无能后扬长而去。随后，大卫和老黑来到了男子的房间，房间里不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作案工具，还挂满了前几起案件的现场照片，甚至那名毒贩的断手也在这里。最后，2人还在浴缸里发现了自己的照片，看来逃走的那名男子必是凶手无疑，还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警方办案。老黑推测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因为身份的暴露，凶手一定会加速作案。果不其然，第4起案件很快就来了，门上还写着另一个单词淫欲，有人用枪顶着男人的脑袋，迫使他穿上特制的内裤，活活杀害了正在营业的女人。对男人进行询问后，仍然是一无所获，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凶手却往警局打来了电话，嚣张地说出了第5起案件的案发地址。顶流女明星惨死家中，整张脸都被毁容，鼻子更是被残忍割下，墙上赫然还写着一个单词傲慢。更奇怪的是，死者一只手被粘着一瓶安眠药，一只手被粘着一部电话，看来凶手是给了他2个选择，要么打电话求助，将自己被毁容的事公之于众，要么服下安眠药，带着最后的傲慢死去。这已经是最近发生的第5起案件了，每一个案发现场都留下了代表7宗罪之一的单词，眼下再不找出凶手的话，那警方就真的是颜面尽失了。就在老黑和大卫为此而着急的时候，凶手竟主动来到警局自首了。You're looking for me. Hey! What's your fucking moves? On the fucking floor. Keep away from him!
On the fucking floor! I know you. Now! Get out! Get down! On your stomach, you piece of shit! Now! All the way! All the way, fucker! Down! 凶手不慌不忙地趴在地上，而且淡定地表示要和自己的律师谈。看着审讯室里的凶手，老黑和大卫产生了同样的疑问：7宗罪明明还有2宗没有完成，凶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自首呢？他们一致认为凶手一定是在酝酿着什么阴谋。果不其然，凶手让他的律师告诉警方，还有2具尸体被他藏起来了，只要警方答应一个条件，凶手就会在几起案件的认罪书上签字，而条件就是让老黑和大卫单独带着凶手去认领尸体，否则律师就会以精神病为由给凶手翻案。无奈老黑和大卫只得答应，两人开着车带着凶手，在凶手的指挥下前往藏尸地。警方的直升机在后面紧紧跟着他们。路上，凶手告诉两人说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他杀的每一个人都有罪。胖子眼里只有吃，浪费时间和物资，毒贩好吃懒做，只想着不劳而获。律师替罪犯辩护，贪婪敛财。妓女染病还去接客，女星更是为了容貌可以放弃一切。他要让世人知道这些人都有罪，所以才杀了他们。听到这里，大卫再也忍不了了，大声地斥责凶手，说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被他杀的人都是无辜的。凶手不以为意，见大卫还是如此执迷不悟，也没有再继续辩解。很快，汽车就来到了一片布满高压线的区域，直升机根本无法靠近。大卫和老黑在凶手的带领下去认领尸体。忽然，远处驶来一辆汽车，老黑立马让大卫看着凶手，自己前去拦截汽车，生怕是凶手的陷阱。可来者只不过是一个送快递的。快递员说有人出高价让他在7点前送个包裹到这里，于是他放下包裹后，就车也不要的跑掉了。老黑决定先打开包裹看一下，可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老黑震惊不已。与此同时，凶手那边也开始和大卫交谈了起来，说自己羡慕大卫有个好工作，还有个漂亮的妻子。大卫一听，仿佛感觉到了一丝丝的不安。凶手接着说，早上大卫上班离开后，自己去了一趟大卫家里，想要一下他妻子的电话，可无奈妻子非常不配合，所以他就杀了大卫的妻子。 I took a souvenir. Her pretty head. 这时，老黑也赶了过来。此时的大卫已经有些崩溃，他质问老黑包裹里是什么。老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让大卫放下枪。大卫此刻意识到凶手说的可能是真的，崩溃的大吼了起来。老黑说：“千万不要上当，如果你现在杀了凶手，那么他的杰作就完美收官了。”谁成想，此时凶手又说 She begged for her life, Detective. Shut up! She begged for her life. Shut up! And for the life of the baby inside of her. 这下大卫彻底绷不住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妻子怀孕了。 He didn't know. 老黑也不再挣扎，他知道他们彻底的输了。最终，大卫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怒火，连开数枪，结果了凶手。就这样，凶手成功完成了最后2起案件。凶手从罪犯变成了受害者，成为了因嫉妒他人而被杀害的罪人。大卫从执法者变成了罪犯，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因愤怒而受到法律制裁的罪人。更重要的是，他还要承受痛失爱妻带来的巨大伤害。